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真相第6期啊。首先要再次声明一下，我做的这个频道是完全没有财务压力的。现在频道1个月的收入啊，还不够我一餐饭钱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说蹭谁的流量啊。那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讲二大爷啊，我就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啊，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就是一个不靠流量吃饭的频道的好处呀。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讲这个曲折离奇的真实故事啊。这个主角大家都知道了，二大爷邓海燕啊。那他更为人知的网名就是他这个频道的名字啊，叫二大爷。那表面上呢，他是一个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前警察、前公务员啊。那如今呢，在美国是高调反共啊，也做自媒体，坐拥100万粉丝的这个网红啊。那么在他的这个传奇经历的背后呢，却隐藏着重重的疑点啊，这是今天我们要分析的东西啊，让人不禁毛骨悚然地怀疑，这位二大爷邓海燕会不会是一个精心包装的大外宣卧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这个悬疑揭秘的这种方式啊，抽丝剥茧来看一看围绕他的这个6大疑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线索如何交织成一张令人不安的证据网。那首先第一大疑点啊，这个17年的中共的忠诚党徒突然转身啊。邓海燕呢，出生于中共的军人家庭，那在父亲的要求下，就读了这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那毕业以后啊，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当刑警，并且在入职时啊，就火线入了党啊。那2002年参加工作，从这个时候算起的话呢，他在中国的体制内整整工作了17年。当过7年的刑警，后来呢，因为升职受阻，又改去当这个黄埔区党委的这个文书啊，做这个写字的这个工作。那一直到一直到他这个所谓被开除为止啊，他都是拿着国家公务员的这个铁饭碗的。那期间呢，他不仅是中共党员，而且呢还领着这个中国人民警察啊这个体制干部的这个待遇俸禄啊。那按理说呢，如果他像后来表现出的那样厌恶这个集权，厌恶这个中共，痛恨中共的话，那这17年难道不煎熬吗？那事实上呢，在2019年10月啊之前呢，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主动辞职或者是公开反抗的举动。那他对于体制的不满呢，主要体现在网上匿名发文章啊，也不敢用自己的真名啊。那现实中呢，依旧天天穿着警服，或者是在这个机关啊吹着空调上着班啊。直到2019年呢，他因为这个网上的言论啊触怒了当局啊，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这才让他被迫结束了这个体制的生涯呀。那要知道啊，这个我身边有同学啊，2位同学都是这个高考状元啊，这个有从新华社辞职的，有从发改委辞职的啊，那都是直接就铁饭碗就不要了啊，就不要了。那这才是真正的对体制不满啊，大家评评理啊，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呢，我看啊，就是这2位啊同学，我是由衷的钦佩他们的选择的。而对于这个二大爷这种人呢，那就是属于典型的身体比嘴诚实，我真的想吐口唾沫啊。那么紧接着呢，就是这一位邓某某啊，他就举家离开了中国啊，来到了美国加州定居。那其实呢，就是俗称的跳飞机了啊。那耐人寻味的是呢，他的这个觉醒啊，与其说是主动弃暗投明，不如说更像是仕途受阻啊，混不下去了以后的一种出路，一种选择。那毕竟啊，如果他真的后来就如他所塑造的这种形象那样痛恨集权、痛恨中共的话，他完全可以更早就辞职抗争啊，而不是等到东窗事发啊，被踢出体制啊，领不到俸禄了以后你才走人，对吧？这太虚伪了。所以我刚才说的，我想吐个唾沫，就是这个原因啊。那这种突然的立场转变啊，那与其说是这个真诚的悔悟，还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反正这个人设就转型了，这个疑点还是令人非常生疑的啊。那第2大疑点呢，就要说他是维稳警察的这个双手啊，是不是真的干净？那众所周知啊，中共体制下的警察负责维稳的任务，那从日常的治安到政治维稳无所不包。邓海燕当年虽然是头衔是刑警啊，但刑警同样隶属于公安系统，在他10几年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难保没有参与过中共官方要求的维稳行动啊，比如特别是驱赶上访的人、驱赶访民啊，那么还有监控异议人士，这些工作我觉得他大概率是做过的。那这些都是中国警察最常见的分内的工作啊。那么邓海燕后来是塑造自己，说自己是受害者，
是因言获罪的反贼啊。那反过来看啊，他身为执法者的时候，有没有让别人因言获罪过呀？那以体制内17年的深度卷入，他的双手真的没有沾染过百姓的血与泪吗？如果迫害过他人，那不是简单的道德问责的问题啊。美国的移民法明确规定，我们上期也介绍了，曾经迫害他人的人没有资格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persecutor bar。那这被称作这个政治迫害者申请的这个禁令啊。那么意思是一旦你查实啊申请人曾经参与迫害他人的人权，那就会永久的取消庇护资格。那换句话来说呢，如果邓海燕当警察的时候，旅行期间曾经执行过中共的指令，干过哪怕一起压迫无辜民众的勾当，那么他日后在美国获得的政治庇护就是无效的，甚至呢有隐瞒移民当局之嫌啊。这方面的信息虽然说官方当然是查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凭常识来推断，一个在中共公检法体系内摸爬滚打近20年的人，如果要说他从来没有过迫害其他人人权的行为，恐怕难以信服。所以有人怀疑邓海燕后来对自己在公安任内的经历轻描淡写，那其实呢他是心知肚明其中有见不得光的部分，会触犯美国移民法的部分。一旦这个料抖出来，那他这个政治难民的面具那可就戴不稳了啊。第三大疑点就是所谓的这个请喝茶录像门啊，是谁在导演呢？那2018年啊，邓海燕说他因为在网上发表了多篇敏感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啊。据他自己透露呢，自2018年9月开始，他被相关部门所谓的这个约谈啊，所谓的喝茶，就是中共国保，就是国安和国保啊，就是找人谈话并警告的这种行为。那么据统计呢，1年多的时间里面，他被请喝茶多达14次，然后家里呢被搜查了2次，这是他自己的供述啊。那这些数字听起来好像为他的这个反抗者形象确实提供了很多的证据，但是呢，令人称奇的是，他居然录下了一段自己被审讯喝茶的视频啊。那据美国之音报道啊，网上确实流传过他2019年被喝茶的这个录像片段。那试想一下，一个被国保约谈，本来气氛就非常紧张严肃啊，他能够全程非常从容的录像啊，还把日后这个录像的视频也公诸于众。那公之于众这个行为确实太不寻常了。那中共的国保有这么大意吗？对吧？让你架起一个摄影机啊，摄像头，从容的就录影，然后事后再把这个视频公之于众，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异议人士被请去喝茶，手机都要上交要关机，对吧？那更别要说录像了。所以这段录像引发了很多人强烈的质疑。当然有人会辩解说啊，他是拿什么针孔摄像机什么录像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就太刻意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什么人，他就不用多说了，对吧？七哥是谁，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根本就是一场演给观众看、演给美国移民局看的苦肉计呢？有人推测啊，那次审讯，那个审讯啊，也许是他做给外界的一个表演。那中共有关部门有意放纵啊邓海燕录像，那好作为他日后啊人设包装的一个出国的材料呀。因此呢，如果郑海燕真的是中共当局布下的一枚棋子的话，那么让他带着一些这种所谓英勇对抗国安的证据出招海外，是不是可以增强他伪装反贼的可信度呢？那更有意思的是啊，当有网友在推特上公开发文质问邓海燕啊，这位网友也出现在了我们这个第3期视频的评论区啊。那么你怎么能在这个喝茶时全程录像呢？邓海燕直接就拉黑了他啊，没有给他任何的发言的机会，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那一个真正的这个反抗者面对这种质疑应该坦坦荡荡呀，可他的反应却是闪烁其词，急于删帖。据知情者反映啊，那邓海燕在这次事件后很快删除了相关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也是避重就轻，能避就避。这种表现更让人生疑，难道他是真心怕了，还是此地无银300两呀？这一个录像门事件如同谍战片的一个镜头，让这个整个事件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如果真的这个到底是邓海燕胆大包天啊，还是他另有后台，精心的这个自导自演啊演了这出戏呢？那真相成谜，疑点却依然重重。好，第4大疑点就是他所谓的天衣无缝的这个政治避难材料啊，难民材料。我们再来说说啊，
这个邓海燕抵达美国以后的政治庇护申请的操作啊。众所周知，中国的异议人士很多是仓皇出逃，身上没有带什么证明材料啊，只是到了国外再设法收集、设法证明自己遭受迫害。那这中间的人呢，有人会因为证据不足，庇护官司要拖很多年，甚至失败被拒绝。可以说呢，邓海燕的案例是截然相反的啊。据这个北美的社交媒体上的消息啊，他的这个庇护案简直是犀利得惊人，顺利得惊人啊！这证据简直是如山倒啊！那申请递上去很快就通过了，为什么呢？据说呢，是因为他手上的证据极其充分，事实非常清楚啊。有知情人透露啊，当年在移民局面谈的时候，他直接掏出了厚厚的一大叠精心准备的材料，从他被处理的党纪政纪处分的决定书，被抓去学习的通知书，再到网上的文章截图存档，甚至还有他个人在国内的一些申诉材料等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那这些文件很多普通的人是根本接触不到的，即使拿到了，也未必能保证能带出国啊，因为你是敏感人士啊，出国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搜查。但是邓海燕呢，如同未卜先知啊，这个奇迹般的把所有有可能的证明材料清一色100%全给准备齐全了，啊，真的是一大奇观啊！我估计那移民官都看傻了，也难怪这个移民官会觉得啊，事实非常清晰啊。但是普通的民主人士真的能这么未雨绸缪吗？那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一个人如果真的是遭到迫害，对吧？遭到当局的重重的围堵，好不容易逃出国境，恐怕顾不上收集那么多完整的证据吧。那我们即便这个想拿这些证据，比如说被抄家的记录，他本人哪有这种渠道能接触到这种官方文件呢？但是邓海燕不仅有官方对他的处分文件啊，据说还是原件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详细的佐证，仿佛早就为庇护申请做足了功课。这样很多人就觉得非常蹊跷了啊。那要么就是早早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要演这样一个难民的角色，提前了很多年就开始整理所有的材料，要么就是他背后有人刻意在帮他啊，在出国之前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整理好了，递给他带走。那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觉得这个都透露着一种精心算计的成分啊，不像一般的这种比较草莽的比较这个理想主义的反贼的作风。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把自己的这个遭遇精心包装了一番，其中的水分有多大尚未可知啊。比如有这个网上的独立记者就近日指出啊，邓海燕我们上期也讲了啊，在申请美国庇护时可能涉嫌编造故事啊，捏造事实来骗取资格。不仅如此啊，我刚才还讲到了，他对自己的这个很有可能参与过迫害其他人的事实闭口不谈啊。那如果这个属实的话，那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是说谎骗取美国移民体系的这种违法和犯罪行为。那这个爆料就等于是明示了啊，邓海燕的完美的难民故事里可能掺杂了虚假的成分，一旦要是查实的话，他将为他的虚假欺诈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此一来，邓海燕辛苦营造的这个受迫害英雄的人设恐怕就要完全坍塌了。庇护材料太齐全，反而显得破绽百出。正所谓此地无银300两，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感觉啊。好，第5大疑点，精心策划的出逃与换护照的操作。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呢，邓海燕因为言论被盯上了。那2019年10月份的时候，遭到了这个开除党籍公职这种处分。但让人困惑的是，他在遭处分后不久，就成功的全家出境到了美国，这本身就非常具有戏剧性。按照中共的治理的常理啊，一个被定了严重政治问题的人，通常会被边控限制出境，对吧？比如最近这个著名的这个旅美的画家，连他的年幼的孩子都无法出境啊。可是邓海燕却畅通无阻地走了，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道，值得深思，细思极恐啊！原来邓海燕自己后来都亲口承认啊，他早有准备，在去美国前的整整1年时间里啊，刻意的偃旗息鼓，保持低调，因为他知道啊，各地公安每年都要上报所谓的出境限制名单，如果那段时间这个老实不惹事，自己的名字就不会上报。果然啊，他2019年在国内消停了1年啊，连文章都少发啊，成功的躲过了这个所谓的严打期。然后呢，他还先行试探了一把啊，说他先去了一趟澳门，看看自己是否这个会被卡关啊。那么结果呢，他顺利出关了。于是呢，这下他心里有了数啊，然后呢，便立刻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他就应该他据他自己的描述，在那个王志安的采访里面描述，是他又在中国啊看看大好河山啊，然后最终这个飞到了美国，飞到了洛杉矶，然后一落地就马上提出政治庇护申请，经典的跳飞机操作啊。那
等到安稳了以后呢，他才重新活跃起来，开始发表各种各样的所谓炮轰中共的言论。那这个过程不得不说非常老练，非常老道，不像一般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意义青年倒像是深谙体制的规则的老手那甚至在王志安的采访中，他还公开承认他连中国护照的有效期这个问题他都算计在内了。那邓海燕出国用的就是中国护照而且呢，据说他抵美后不久还专门去这个领事馆换发了一本新护照，确保自己手上有一本至少是10年有效的中国的旅行证件，然后才开始大张旗鼓的公开发表所谓的反共言论。那想想看一个真正决定与中共决裂的人，会惦记着更新中国护照吧，对吧？那很多流亡者都是一走了之先走了再说，对吧？包括最近比如说这个重庆的投影事件，对吧？这位先生也是这个先走了再说这个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的所谓的反贼的这种行为方式那从此呢，他与这个中国官方的文件都是绝缘的，对吧？这个是典型的反贼的这种行为方式。但是邓海燕却不但一直持有中国护照，还在境外顺利的换发然后到了今天呢，中国官方也没有宣布吊销他的护照这个很多异议人士他去更新护照是不让更新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意味着北京当局从来没有真正的把他当过叛国投敌分子对待，否则早就作废他的护照，让他成为黑户了如今呢，据这个网上的消息邓海燕甚至在谋划润出美国再去欧洲投资移民已经有这个消息露出来了。那这可是这个2次润出如果没有有效的中国护照，根本就寸步难行那他居然能够做到护照长期有效全球通行无阻，这难道不反常吗？联系到他出国前的一系列精密操作，先潜伏，再探路然后全身而退，整件事像极了精心设计的剧本，每一步都踩在了点子上毫厘不差呀。那如此缜密的策划和对中共管控手段的熟稔，让人不禁怀疑他背后是不是有人指点，甚至开绿灯，甚至就公开的为他铺路。他普通人哪有这样通天的本事这也是许多人将他称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怀疑其间谍身份的原因。他每一步都确保自己的利益完全无损，甚至为未来都铺好了退路然后再来高谈阔论民主自由。哎呀，这种犬儒主义精心算计的人设，看着就让人格外的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第6大疑点，小骂大帮忙的这个言论套路。我们看最后一条就是从邓海燕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仔细看他这些年的视频还有推文，我其实也看过不少在之前他没有因为这个科克这个事件翻车之前那有一个观点呢，就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他对中共所有这个现政权的批评基本上不涉及都是谈论历史话题、党史旧闻，甚至一些国外的事件来做评论。那这个批判中共呢，他只会最多是批判毛时代文革之类早已尘埃落定的历史的这种罪责。那对于当下发生的，比如这个高层的权斗社会的运动包括2杯水执政等等热点，他要么闪烁其词，要么就索性就闭口不谈。这种只批过去不批现在这种风格，就像这个苍蝇拍打在空气里这个表面上你这是电光火石，对吧？火花带闪电的，那其实对于政权毫无杀伤力。那相反呢，对于民主阵营这边的动向，他可是意见颇大呀。那比如台湾问题那邓海燕多次发表针对台湾问题的尖锐的评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2022年，他曾在社交媒体上这个所谓怒喷台湾说台湾的执政者是3流政客，台湾民众是3流的人民。哎呀，这个简直是没有下限把这个台湾的民主制度贬为民主之耻，他有资格说这个话吗？我呸那甚至声称这个台湾的民主素质已经跌到了下限之下如此充满鄙夷和这种敌意的言辞，完全不像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对于亚洲最成功的民主地区之一应有的态度，反倒和中共官方长期对台湾的这种抹黑如出一辙。又比如这个他曾经批判蔡英文当局拒绝接收大量的香港难民，当然这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事件指责这个民进党当局假民主、无耻至极岛国政客鼠目寸光等等。当然他甚至用了岛民心态这种中共特有的歧视性的色彩去侮辱台湾人。当然这个事件你是可以去辩驳的，但是不应该先贴标签，
对吧？那他这种典型的中共集权体制洗脑之下的一种心态。那么这些言论激起了众多台湾网友的极大的反感，直言他不过是换了一个平台，继续着大中国的沙文主义。在推特的中文圈有网友一针见血的对他的评价二大爷骨子里就是一个只是相对温和的沙文民族主义者他虽然嘴上反共反民粹，但是呢对台湾人反中共的态度非常不爽。也就是说，他不满的是这个任何人你要是破坏这个大一统的中华的形象那他就会不爽。然后呢，他对真正寻求独立自由的台湾人怀有这种大中华式的傲慢与敌意。此外呢，他和一些所谓的这个理性反贼就是所谓打引号包装的这种理性反贼一样，经常奉行一种批小不批大这种套路那专门挑这个中共某些细枝末节的错误来批评几句，无伤痛痒无关痛痒无伤大雅。但是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红线问题上从不越雷池那例如中共的这个对外扩张对美对台的强硬他往往这个默契的支持或者辩护把责任推给美国或者民进党。那对于这个两杯水当下高压统治那国内的这些社会运动绝口不提这个更不要说这个揭露当局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丑闻了，对吧？那他更感兴趣的都是一些旧闻那在这些内容呢看似是所谓反思中共的历史，实际上呢并不直接触碰中共政权的任何核心的利益。难怪有评论者说邓海燕是在玩小骂大帮忙的这种把戏表面上是骂共产党实际上呢是客观上替共产党稳定了舆论阵地好同志所以呢他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受众这个大多呢原本是这个墙内外对于这个时政感兴趣的华人，但是呢他却给这些华人提供了一种对于自己来说相对安全的反共的消费品。那听他讲讲历史的黑幕，对吧？大骂几句过去的年代的独裁者，对吧？情绪得到了宣泄，又丝毫不影响当前的当权者。久而久之呢，他既圈了流量，又避免了踩红线，对吧？可谓两头讨好，游刃有余真的是经验老道那这种似反非反实际上还是扶持的这种言论模式在近来中共派往海外的这些就是大外宣里面，真是经典的套路不谋而合。难怪很多这个民运人士对他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有人在网上直言不讳地称他为这个披着反共外衣的中共特务。当然这句话呢未必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没有什么这个说实锤的证据，但是呢前面列举的种种迹象叠加起来，的确让人不得不心生合理的怀疑。那综上所述我们梳理了二大爷邓海燕身上的6大疑点。他长期在中共体制内任职，却幡然变节，对，时机也很诡异。那他作为前警察，很可能存在难以启齿的维稳历史。那他能够偷拍敏感的审讯，便全身而退，他的庇护材料详尽的不同寻常。那他出逃后的举动筹划非常周密这个护照他都计算了，问题这个匪夷所思那还有他的言论立场上反共不反习骂台不骂共这种怪异的选择，每一条单拎出来都可以找出别的解释。但是呢，当所有的线索汇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就已经很难用巧合来释怀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近期发生的，对吧？我们也讲了，第3期我们就讲了这个2025年9月，这个美国保守派人士这个查理·科克遇刺身亡的时候，他在这个平台发帖大放厥词，对吧？我不是说他的政治观点是侮辱死者，而且还用脏字。所以呢，此言一出这个中美两边其实舆论都是哗然的美国国务院的高官都已经放话要吊销那些为这种政治谋杀拍手叫好的外国人的签证。怎么说呢？这邓海燕也被举报了，对吧？还有他当时的种种现在有可能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虽然呢，目前他暂时这个绿卡还没有被取消，但是也亮起了红灯，他已经肯定要被重点关注了。应该讲很多这个在美的华人，尤其是融入美国社会说英文的这些华人那基本上就是对他是全面起底那包括前文提到的就有这个赵兰健揭护他是庇护造假，有这个悉尼奶爸，对吧？不管他们什么目的但是他们说的很多东西是合理的怀疑，说他是中共大外宣那等等呢。当然邓海燕也是反手举报悉尼奶爸，对吧？我们前面也讲了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最令人怀疑的事儿，他就基本上秒删了那个令人争议的关于科克的言论
啊，又关了评论区啊，自称是被逼无奈。那这一系列的骚操作，在局外人眼里，是不是更加加深了对他真实身份的怀疑呢？试问，如果你问心无愧，何至于如此慌乱呢？那说到如此啊，说到这里啊，我们不由得要问啊，那二大爷邓海燕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他是浪子回头的真反贼，还是扮猪吃老虎的假叛逃呢？那满脑子算计、自私自利啊，同时呢不尊重生命、不尊重美国的基本价值，他是不是一个接受任务的潜伏特工，还是大外宣？或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最清楚。不过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吧？那通过我们以上抽丝剥茧的分析，各位观众心里恐怕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邓海燕身上的疑点环环相扣，绝非空穴来风。如果这些疑点最终一一被证实，那么毫无疑问，他所谓的民主斗士的形象将轰然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精心包装的中共代理人的形象。当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我们也不能断言100%的就是如此。但是间谍嫌疑、大外宣嫌疑这个巨大的阴影，恐怕将长期笼罩在二大爷的身上，让他难以自证清白啊。那故事的最后，让我们谨记啊，谎言可能暂时会得逞，但是真相终将昭然于世。在信息时代啊，公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无论是谁想要鱼目混珠、欺骗世人，终究不是容易的事情。那邓海燕是中共的间谍还是大外宣呢？那从目前的种种线索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甚至可以说相当大。未来如何，我们很快就会见分晓。那如果哪天我们看到他真的被曝光，或者自我承认了身份，也请各位千万不要感到意外哈。那毕竟在这个充满疑云的这种真实的这个电影里面，一切皆有可能。好，我们以上节目都是根据公开的材料和媒体报道做的一个整理啊，所述的疑点都是有迹可循，有资料可以引用的。那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事有兴趣，还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讨论啊，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我再次声明，我们做这个流量对我来说根本不值钱啊，这一个月频道收入都不够吃饭的，所以我无所谓啊，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爱谁谁，好吧？我们不定期更新，下期再见。